时年44岁的汤姆被妻子发现死在了车里。I'm in the parking lot by Planet Fitness in Kingston. I was looking for my husband and I found him in his car. And I don't know if he's leaving. 案发后，警方很快确定汤姆死于疾病引发的窒息，但不久后，他最好的朋友吉尔来到了现场。吉尔的一系列夸张举动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When he initially got there, he ran towards Thomas Coleman's vehicle.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He's my best friend. He dropped to his knees. Overdramatic. Absolutely. 110%. 通过审问吉尔，警方得到了一个重磅消息。原来吉尔与汤姆的妻子存在不正当关系，而且汤姆也知道两人的不正当关系。Sexual relationship, I'm assuming? Yeah. How long ago did that start? For like a year. A year? Yeah. 那么汤姆为何会原谅出轨的妻子，又为何会原谅勾引妻子的朋友？他的死亡到底是自然原因，还是感情纠纷引发的悲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纽约州金斯顿。该市位于纽约州东南部，坐落在哈德逊河西岸，常住人口约为24000人，是阿尔斯特县的一个城市，也是该县的县治。主人公汤姆出生于1967年3月22日，他来自纽约皇后区，职业是一名物理治疗师，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生活中没有太复杂的社会关系。1990年，汤姆与大学同学米歇尔结婚，两人的婚姻大约持续了8年。在生下2个孩子后，他们因情感和经济问题于1998年和平离婚。2001年，汤姆再次步入婚姻殿堂，迎娶了第二任妻子，一位名叫琳达的单身母亲。两人婚后一直生活在纽约金斯顿。汤姆找到了一份物理治疗主管的工作，收入相比之前有了很大提升，而琳达则进入当地医院，成为了一名行政管理人员。结婚10年里，汤姆与琳达最初相处得非常不错，他们育有一个共同的孩子，还有3个来自前段婚姻中的孩子，一家6口其乐融融，完全不像是重新组合的家庭。然而，幸福的生活在2010年发生转折，一位名叫吉尔的男子主动结识了汤姆，随后便对汤姆的妻子琳达展开了追求。Every time he would leave, he would give me a kiss goodbye. For him to give me a hug and a kiss on the cheek, you know, see you next week kind of thing, really wasn't that big of a deal to me. Like it was kind of his culture. But then as the weeks started going by and I noticed when I was leaving, the kiss was no longer on the cheek. So I would go back to my car like, was that an accident? He actually called me one night. He basically was like, I can't get you off my mind. You're beautiful. I just adore you. And I was like, oh. So from then he started just texting me. Here and there we would talk, and it just progressed. 吉尔追求琳达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年初的孩子入学家长见面会上。当时吉尔一眼就对琳达产生了好感，但由于汤姆也在现场，吉尔不好直接与琳达搭话，于是便带着目的接近了汤姆。一方面，吉尔希望借此创造更多与琳达接触的机会，毕竟成为汤姆的朋友也就等于成为了琳达的朋友，朋友之间互相来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了解琳达与汤姆的夫妻关系，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吉尔希望通过发现两人之间的问题，增加撬走琳达的机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吉尔通过有意无意的暗示和看似不经意的肢体接触，逐渐摸清了琳达的底线，最终在2010年年末如愿达成了与琳达交往的目的。吉尔之所以能够打动琳达，固然与他对人性的精准把握密不可分，但最关键的还是他自身的实力。客观来说，吉尔算是当地的知名人物，不仅经营着一家成功的牙科诊所，而且还是一位慈善家和志愿消防员。抛开人品不谈，吉尔在各个方面都要比汤姆优秀，充分迎合了琳达的慕强心理。Honestly, Tom and I, we were having some struggles in the home. I think probably the same stuff that every marriage after 10 years struggles with.
paying the bills, working 2 jobs, and they were stressful. I went and had some dental work in his office. So then you can imagine once I'm there and I'm in the chair and next step. 最开始琳达并未考虑太多，只是出于寻求刺激的心态与吉尔建立了不正当关系。但是一段时间后，汤姆接到了一位匿名人士的提醒，发现了两人的不轨行为，这导致琳达陷入两难的境地，不得不重新审视她与汤姆的婚姻。一方面，琳达已经对汤姆失去兴趣，想要借此机会向汤姆提出离婚，但另一方面，她又不忍心伤害汤姆，毕竟两人已经生活了10年之久，彼此的关系不只是夫妻，还有亲人般的情感。琳达不想将自己的过错转嫁给汤姆，担心汤姆可能受不了离婚打击，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然而，尽管琳达预想了汤姆所有可能的反应，但却从未想过汤姆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实际上，汤姆不仅没有责怪琳达，反而认为琳达出轨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提供足够的情绪支持，忽略了琳达的感受。更让琳达没有想到的是，汤姆竟然原谅了情敌吉尔。I actually got on my knees and I said, I'm really, really sorry. You got on your knees, literally? Yes, I did. I literally did. So he said, get up. So I get up, and he actually gave me a hug, Gave you a hug? He gave me a hug. Is that the reaction you were expecting? No,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it me. 正是因为汤姆坦然接受了一切，琳达很快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在愧疚心的驱使下，琳达最终决定结束与吉尔的不正当关系，重新回归家庭。接下来的1个多月，汤姆放下心中的芥蒂，逐渐与琳达修复了破裂的夫妻关系，同时也与吉尔恢复了往日的友谊。他不再纠结过去，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长远的未来。然而，善良的汤姆怎么也不会想到，生活的波澜刚刚平息，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在与琳达和解的短短数周后，他就被发现死在了车里。2011年11月29日早上4点30分，汤姆像往常一样带上午餐，前往了家附近的健身房。按照以往的惯例，通常他会先完成2小时健身，然后再去康复中心上班。但这次出门后不久，他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起初琳达并未在意，以为汤姆可能在忙其他事情。直到上午10点，他接到了汤姆缺席工作的消息，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汤姆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琳达非常担心汤姆可能因疾病突发意外，于是赶忙来到了健身房寻找汤姆。然而他刚到健身房的停车场，一眼就看到了汤姆的汽车和躺在汽车驾驶座上的汤姆。只见他双眼紧闭，嘴唇微微张开，衬衫扣子和裤子腰带呈半开状态，整个人后仰在驾驶座上，就像睡着了一样。琳达见状，下意识地拉开了车门，结果发现汤姆并非睡着了，而是失去了呼吸和心跳，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Holster 911, what's the address emergency? I'm in the parking lot by Planet Fitness in Kingston. I was looking for my husband and I found him in his car. And I don't know if he's breathing. Are you able to check to see if his chest is going up and down? I don't think it is. Not breathing. I don't think it is. Ma'am, are you able to get him out of the car onto his back? No, he's laying flat on his back. Are you able to get him on the ground? We want to try doing CPR, okay? I'll get the way. Ma'am, they're already dispatched, okay? Ma'am, I need you to calm down. I need you to calm down. 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很快抵达现场。正如上述所说，汤姆已经失去生命体征。他的死亡时间大概在数小时之前，身上没有外伤，手指出现了紫绀现象，死因似乎是突发疾病导致的缺氧。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确实发现了相关迹象。首先，汤姆的衬衫领口和裤子拉链是敞开的，这表明他可能出现过呼吸困难的情况，松开衣服应该是为了缓解窒息感。其次，汤姆身边有一瓶用于治疗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这进一步支持了他可能突发疾病的推测。不过，警方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可疑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琳达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联系了朋友吉尔。虽然警方当时并不清楚两人曾经的关系，但由于吉尔在现场表现得异常激动，
时而冲撞汽车，时而下跪哭泣，甚至还会蹦跳着四处乱跑。警方认为他的反应已经超出常规，可能存在表演成分。此外，汤姆停放的汽车位置也有些不符合常理。按照琳达的说法，汤姆出现在停车场是为了去健身房健身，但是他停车的位置并不是距离健身房最近的车位，而是一个相对偏僻的车位。汤姆为何要舍近求远？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鉴于上述原因，警方决定展开进一步调查。大约2天后，他们很快有了重要发现。首先，法医尸检结果表明，汤姆确实死于窒息，但导致窒息的原因并非疾病，而是服用了医用镇定剂，也就是被人下药导致的呼吸衰竭，这将本案的性质从自然死亡转变为谋杀。其次，案发现场的监控显示，汤姆在进入停车场后直奔事发车位，停在了一辆提前抵达的白色 SUV 旁边。2辆车并排停放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白色 SUV 离开停车场，而汤姆的汽车则一直停在原地，直到被琳达发现。虽然这段监控非常模糊，无法看清汤姆停车后发生了哪些事情，但根据停车时间和已掌握的线索来看，汤姆应该是被旁边的白色 SUV 驾驶员杀害，并且他们大概率认识且有过见面约定，否则2人不太可能在5分钟内一前一后将车停在相邻的车位，尤其是在一个车位充足的硕大停车场。这也解释了汤姆为何没有将车停在健身房旁边。至此，警方已经确定汤姆的死因和凶手的大致范围。接下来，他们将调查重点转向了琳达和吉尔。警方最初怀疑他们，主要基于2方面原因。一方面，琳达是汤姆的妻子，作为受害者的配偶，通常是警方的关注重点，而吉尔则是因为在现场的反应过于夸张，警方怀疑他的表现是刻意为之，可能想撇清自己与本案的关系。另一方面，琳达和吉尔也都有机会拿到医用镇定剂，因为吉尔经营了一家牙科诊所，而琳达则在当地医院工作。总之，警方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2人曾经是情人关系，更没有想到的是，揭露这一切的人竟然是嫌疑人之一的吉尔。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but anyway, me and Linda, we have a relationship, so. Okay. Sexual relationship, I'm assuming? Yeah. How long ago did that start? Probably like a year. A year? Yeah. Okay. Did Tom know about that? Oh yeah. He knew? He knew about our relationship. Okay. Yeah. He found out sometime in the summer. And he saw that I was honest about it, and he was honest about it too. So we got pretty close. I mean, to the point of like. 吉尔在接受问话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不仅主动透露他与琳达曾经是情人，还提到汤姆知道2人出轨，并坦然接受了这一事实。吉尔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尽管他曾经占有过汤姆的妻子，但这并未影响他与汤姆的友谊，2人依然是关系最好的朋友。起初，警方并不相信吉尔的说法，毕竟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直到后来，他们审问了汤姆的妻子琳达，才最终确认吉尔在出轨的事情上没有撒谎，但是他隐瞒了一些其他事情。简单来说，吉尔并非心甘情愿与琳达分手，而是一心想与琳达结婚。根据琳达的说法，汤姆之所以知道2人出轨，正是因为吉尔背后搞的鬼，也就是他通过匿名短信告诉了汤姆。吉尔原本的想法是通过揭露琳达出轨，破坏琳达与汤姆的婚姻，从而达成迎娶琳达的目的。但是没想到汤姆竟然坦然接受了琳达出轨，这不仅让吉尔的计划落空，也让琳达对汤姆产生了愧疚。最终在愧疚心的驱使下，琳达选择了回归家庭，彻底与吉尔断绝了不正当关系。琳达的说法很快得到证实，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找到了一位名叫尼克的证人。尼克是一名退休警察，也是吉尔朋友的朋友。据他所说，吉尔在事发前曾用伪造的 CIA 证件获取了朋友的信任，打算通过朋友作为中间人，雇佣尼克教训汤姆。虽然尼克并未答应，也不清楚吉尔的真实动机，但结合现有情况，吉尔显然是因为不满琳达离开自己，企图对汤姆实施报复。此外，警方还发现了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吉尔有一辆与凶手完全相同的白色 SUV。
虽然该款 SUV 在当地保有量很大，且监控没有拍到凶手驾驶的 SUV 车牌，但警方仍然设法找到了两辆车的共同点。简单来说，吉尔和凶手的汽车都更换过前雾灯，并且在更换时都没有将雾灯安装到位，导致灯光照射在地面的角度和亮度有别于正常车辆。根据这一特征，警方进行了灯光比对实验，最终得出了两辆车是同一辆的结论。I never went to that gym. I never, nothing. So I wasn't there. So that's not. But if I look you dead in the eye and I tell you that I know you were there, Then I'm telling you that you don't know because it's not true. okay. That is, totally the truth. So you think I lied? Well, I think you are lying to me. Yes. Okay. Yeah, totally. That was some of them. 吉尔否认了警方的所有指控，坚称监控拍到的白色 SUV 并不是他的，当时他正独自在家，根本没有去过健身房。然而，坐在审讯室的吉尔并不知道，此时警方正在搜查他的牙科诊所，并且从他的电脑中发现了与汤姆死亡相关的镇定剂搜索记录。更加重要的是，警方还找到了2个装有同款镇定剂的医用急救包。鉴于汤姆的死因是镇定剂中毒，警探在得知消息后立马询问了吉尔是否会在工作中使用镇定剂。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测试吉尔的反应，因为吉尔当时并不知道警方已经搜查了他的牙科诊所。如果吉尔是凶手，他大概会否认使用镇定剂，以免引起怀疑。So you don't keep midazolam in your practice? What? Midazolam? Midazolam? Yeah, Versed. Versed. No, we don't use it. 不出所料，吉尔很快表示，他的牙科诊所从不使用镇定剂，也没有与镇定剂有关的药物。正是这一反应给了警探质疑吉尔的底气。接下来2名警探轮番上阵，反驳了吉尔的所有说法。Not his best friend. It's almost insulting when you say you are. Because if you were his best friend, you wouldn't be his wife and then sending text messages trying to break him up. I didn't send text messages to him to try to break him up. You're so full of telling me you didn't drive the car down the road. You're lying. Right there we stop. Right there we stop. Right there we stop. Because your car was on the road and you were driving it. Everything else you said after that is I have nothing to hide. I have nothing to with anything that is in my office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atever was in Tom's system. I had nothing to do with any of that. 尽管警探的气势很足，不仅反驳了吉尔的说辞，还顺便贬低了吉尔的人品，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没有向吉尔宣读米兰达权利，所以吉尔在审问中的表现并不能作为证据，这导致警方的证据链缺少了最关键的一环，也就是吉尔否认他的牙科诊所拥有致死汤姆的镇定剂。此外，法医办公室也出现了重大工作失误。首先，法医在对汤姆尸检时没有将工作台清理干净，导致汤姆的尸体沾染了上一位死者的 DNA， 影响了尸检结果的可靠性。其次，法医在第一次尸检时并未保留足够的分析样本，最终不得不将已经下葬的吉尔重新挖出进行2次尸检，这同样削弱了尸检结果的可信程度。总的来说，警方原本的证据就很薄弱，加之频繁出现工作失误，这导致他们可用的证据逐渐减少，很难以1级谋杀罪起诉吉尔，只能退而求其次，改为起诉2级谋杀。按照警方的推论，吉尔的犯罪动机主要是感情竞争引发的报复，因为琳达已经回归家庭，只有杀死情敌汤姆，吉尔才有可能挽回琳达。 The night before, I believe Gil and Tom had texted about meeting that morning. I think at that point in time, Gil wanted to meet up with Tom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he knew that he wasn't getting Linda. Gil got out of his vehicle and entered Tom's vehicle. At that point, maybe he brought him a coffee. I mean, it's early in the morning. Here, hey, bro, I brought you a coffee. We got to talk. And a short time later, Gil was driving away and Tom was dead. 2016年5月，案发5年后，本案开庭审理。虽然检方起诉吉尔的罪名已降至2级谋杀，并且又补充了一些新的证据，例如吉尔在案发后删除了与汤姆的部分短信，以及他利用母亲的名义给琳达发送过挽回邮件。但是没想到，胜利的天平却最终倒向了吉尔。吉尔之所以能赢得诉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代表吉尔的辩方反驳了检方提出的汤姆死于医用镇定剂中毒，
理由是汤姆体内的镇定剂含量很低，并不足以致死。其次，辩方还反驳了检方的间接证据，也就是凶手离开时的监控录像和吉尔电脑中的浏览记录。辩方认为检方提供的监控录像画质模糊，且检方通过汽车灯光作为判断凶手车辆来源的依据并不严谨，无法证明吉尔的汽车与凶手的汽车是同一辆。至于吉尔电脑中的浏览记录，辩方则认为吉尔仅搜索了镇定剂的名字，并非搜索镇定剂如何致死。吉尔的意图主要是了解镇定剂如何救人，而非检方所说的杀人。当然，最关键的是，辩方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导致汤姆死亡的原因。简而言之，汤姆的手机中有一封来自约会网站的邮件。虽然尚不清楚警方是否检查过汤姆的手机，又是否发现了这封邮件，但可以确定的是，辩方首先拿出了这封邮件当作辩护的证据。辩方的理论是，汤姆与约会对象在停车场发生了关系。由于汤姆患有心脏病和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所以他在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因某种原因诱发疾病，导致了死亡。这种理论不仅解释了汤姆为何将汽车停在偏僻的位置，也解释了旁边那辆白色 SUV 可能的来源，同时还解释了汤姆为何衣衫不整，尤其是裤子和拉链是打开的状态，可谓是一石三鸟。总之，不管怎样，吉尔赢得了诉讼。虽然他并未在本案中获罪，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事后，警方又以冒充联邦官员罪和医疗诈骗罪起诉了吉尔，因此他被判处2年至7年监禁，于2018年获得假释。值得一提的是，本案的受害者不仅是汤姆，还有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布拉德。这位18岁的少年因为难以接受父亲离世，在案发3个月后结束了生命。And all I could say to him was, why? Why would you do this to yourself and to us? And his answer was, I just wanted to go to sleep and wake up with Dad. Just that I'm really sorry. And that I understand why they hate me. I totally understand it. I live with those same feelings about myself every day. And to anyone that this has hurt, any of Tom's friends, his family, my family, anyone that's loved him, you know, for the role I played, I am deeply, deeply sorry.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